你是否听过一只同时活着又死去的猫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？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猫。早期有个著名物理学家构思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思想实验，吸引了科学界和普通大众的关注。在广阔的量子物理领域中，物体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状态。薛定谔的猫就带我们走进了这个神秘的量子世界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索薛定谔的猫这个神秘的实验。如果你是科学与科技题材的爱好者，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我的精彩视频哦。薛定谔的猫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翁·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。该实验的场景是将一只假想的猫放置于一个密封的盒子内，并放置了一个放射性物质和一个盖革计数器。猫的命运取决于放射性原子的衰变，而衰变会启动盖革计数器，然后触发释放出一种致命的气体，就有可能导致猫的死亡。在深入研究薛定谔的猫之谜之前，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知识。在微观层面上，我们所认知的物理学的定律不复存在，而超出我们认知的物理定律为量子物理学提供了舞台。量子物理学的探索发生在原子和亚原子层面上的现象。量子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量子叠加，它使得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状态，其中微观粒子表现出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特性。如果我们没去观察它，微观粒子就处于双重性质，但是一旦观察者介入，观察过程会导致粒子的波动函数崩塌，从而使其呈现出确定的状态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只猫，一个放射性物质和一个盖革计数器。如果放射性原子衰变，盖革计数器会检测到并释放出致命气体，导致猫的不幸死亡。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，在盒子被打开并被观察之前，猫是存在于多个状态的叠加中，即同时是活着也是死去的。薛定谔的猫实验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：一只猫怎么可能同时活着和死去？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来理解这个悖论。广泛接受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，在被观察之前，猫的状态是不确定的，一旦被观察后，我们才能知道猫的结果。这就对应了1965年理查德·费曼提出的双缝干涉实验。由于技术的限制，这实验在70年代末才被科学家们做出来。这实验用一束光通过一个有2个小缝的屏幕，当这些光通过有缝的屏幕时，它的干涉结果就会投射在后面的大屏幕上。在不被观察的情况下，它们会产生干涉图样，表现出波动性质，但是当被探测仪观察或测量时，它们就表现出粒子性质。屏幕上的干涉条纹完全消失，只留下2条亮斑，非常诡异。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，观察或测量量子系统会干扰其状态，使其缩到一个确定的状态中。换句话说，观察者的存在和观察行为会干扰量子系统，并改变其行为方式，这被称为观察者效应。之后科学家们还是不死心，做了无数次的实验，还把实验升级成了光子延迟选择实验，也就是当光子通过缝隙时会一分为二，2条路线光子抵达的时间都不一样。比如说路线 A 光子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抵达屏幕，而路线 B 路途比较复杂，光子需要1年才能抵达。而科学家在路线 B 的一些路段设置了探测仪，也就是说我们会在 A 抵达后才能观测到路线 B 的光子。结果更诡异的事发生了，路线 A 的光子抵达屏幕后，屏幕上没有出现干涉条纹，可是路线 B 的光子一旦没被观察后，路线 A 的屏幕就立刻出现了干涉条纹。这实验无论做多少次都是一样结果，就好像未来的光子知道有人在观察它，然后它再回到过去干涉它自己。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宏观世界的物理认知。在微观世界中，粒子可以改变未来，也或许粒子可以干涉自己的过去，还是这样说比较恰当。在微观量子世界中，时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并不是线性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粒子可以同时干涉过去和未来的自己。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观测它，它还是一样无视我们认知的因果定律。我们回到那只猫，量子纠缠与薛定谔的猫实验密切相关。它指的是2个或多个粒子相互关联，共享特性，无论它们的物理距离有多远。这种关联性是非经典的，违背了我们对传统物理的直觉。在薛定谔的猫实验中，如果猫与放射性原子缠绕在一起，它的状态将与原子的衰变有紧密联系，导致相关的结果。当原子处于不确定的衰变状态时，猫的状态也将处于不确定的叠加态，即同时处于存活和死亡的状态。只有在观测或测量时，我们才能确定猫的真实状态。虽然薛定谔的猫实验仍然是纯理论的，但已经观察到了量子纠缠和量子叠加的实验证据。
量子纠缠的奇特性质，使得它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中发挥重要作用。量子纠缠可以用于量子隐形传态，即在没有传递经典信息的情况下传递量子态。这种现象通过利用纠缠粒子之间的关联性来实现，即使纠缠粒子之间的物理距离很远，也能实现瞬时的信息传递。还有就是量子叠加，薛定谔的猫所展示的量子叠加，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实际应用，其中一个著名的应用存在于量子计算领域。量子位或量子比特可以同时代表多个状态，从而实现更快速和更复杂的计算。利用量子叠加和缠绕的原理，量子密码学提供了一种安全的通信方法，无法被窥探，这大大的降低了被害入的风险。薛定谔的猫和双缝干涉实验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，并为探索量子物理学的未知领域打开了大门。神秘的量子世界并不是照着我们所熟悉的物理定律运行的，被观测和不被观测的微观粒子所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。要真正的了解量子世界，我们人类或许要再上升多一个维度，才能明白量子世界的物理定律吧。那你们认为，量子世界里的微观粒子到底是波动性质还是粒子性质？薛定谔的猫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？真相真的只有一个吗？